这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恐怖片，被无数网友评为台湾省最恐怖的电影。据说当年事件发生时，相关人员无一幸免。由于该片过于邪门，强烈建议在男友的陪同下观看。我叫李若男，6年前曾经触犯了可怕的禁忌。那个时候，身边只要是太靠近这件事情的人，都发生了我没有办法解释的不幸。6年前，因为一场可怕的灵异事件，李若男的父母死于车祸，调查的警员吞枪自杀，就连6岁的女儿也被鬼神折磨得死去活来。这一切的起因还要从6年前说起。当时他与好友阿元以及男友阿伟来到一处偏远的山村，想记录当地的民俗传说。眼看即将抵达村落，车轮却被一尊佛像给卡住了。若男突然感到一阵恶心，开始疯狂呕吐。几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神灵向他们发出的警告。没多久，他们就进入了一个村子，这里处处透露着诡异，村民一见面就会摆出奇怪的手势。经过了解才得知，村里人都信奉着一个名为大黑佛母的神灵，今天恰好是祭拜佛母的日子。几人听后顿时来了兴趣，纷纷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，将其献祭给佛母。以后每10天拢爱回来甲佛庙拜拜，一命奉献了，店家拢袂使搁再使用，连心内受气都袂用。就在几人百思不解时，一个女孩突然走上前，将手放在了若男的肚子上，嘴里还不断喃喃自语。阿婆见状连忙解释，声称是佛母看上了若男的孩子，等孩子出生后也要将名字献上。回到房间后，若男和阿伟不自觉的心里发慌。为了缓解紧张的情绪，弟弟阿元决定前往村里的禁地，那里才是他们此行的目的。但几人刚离开房间，就看到村民们在念诵咒语，他们赶紧用摄像机拍下这一幕，却不料被小女孩发现了。女孩来到若男跟前，声称要单独带他去个好玩的地方，另外2人只能在门外等候。若男进去后，发现里面的佛像全都已被示人，红布上还有一个奇怪的图案。若男疑惑之余，又在地上发现了一团黑血。他顺着滴落的轨迹抬头寻找，竟在头顶看到了一副腐烂的佛像壁画。更奇怪的是，这个小女孩居然没有耳朵。因为我是神明选的人，所以佛母拿走我的肉，去保佑大家。若男正要看个清楚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响，等他转过头去，竟发现那些佛像全部转过身来，死死地盯着他们。若男刚想起身，就被小女孩直接按住脑袋，并念诵起了咒语。直到舅公找到这里，才终于打断了小女孩。为了不让他们继续捣乱，舅公将3人锁在了房间，让他们明早就离开。几人好不容易来到这里，怎么可能轻易放弃？到了后半夜，3人又偷偷溜了出去。没过多久，他们就看到那群村民声势浩荡地出现在小路上，好像还抬着什么东西。等村民将东西放在禁地后，他们才敢走过去一探究竟。这是一个被封印的地道，那个女孩的身上也写满了符文，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看样子，村民们应该是将她献祭给了佛母。若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便提议先将女孩送到医院。可阿元却认为，既然来都来了，说什么也要进去看看。在踹开地道的那一瞬间，里面顿时传来婴孩的哭声。若男认为里面可能还有其他孩子，便决定前去一探究竟。为了以防万一，阿伟提议让若男留在女孩身边，他和阿元进去就行。可2人刚进去没多久，阿元就浑身是血，连滚带爬的跑了出来，阿伟也死在了里面。最后还是村民赶来，才将阿伟的尸体给抬出来。为了搞清怎么回事，若男开始四处寻找阿元，但还没走多远，他就发现一群全身写满符咒的村民正面若死灰的盯着自己。阿元也仿佛受到了某种诅咒，直接从上方摔下来，惨死在他面前。若男被吓坏了，他无法想象地道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只好将阿元的摄像机带了出来。可地道里的那段录像竟形成了一个邪恶的诅咒，所有看过录像的人都会在一夜之间离奇死亡。为了消除诅咒，若男请来了一位大师，用符纸将摄影机封印起来，此事才总算告一段落。为了不连累肚子里的孩子，若男刚生下便将他送到了福利院，直到6年后，若男才重新将女儿接到自己身边。可母女俩回家第1天晚上，他就让朵朵念出之前的名字。没过多久，朵朵的眼睛就出现了问题，家里的玻璃不知被什么东西砸碎，就连马桶也开始自动抽水。更诡异的是，若男只是一转头的功夫，就发现熟睡的女儿突然消失了。朵朵，朵朵，他在家中四处寻找，又看到朵朵魔怔地走回房间。若男被吓坏了，他突然意识到，即便将摄像机封印起来，诅咒也仍然存在。若男认为这一切可能和这栋房子有关，便决定将房子卖出去。可就在他与中介洽谈时，朵朵仿佛被什么东西控制，来到天台直接跳了下去。但没过多久，他又相安无事地回到了天台。只见朵朵手里拿着一把刀，径直走向一旁的房间，里面摆满了佛像，就连摄像机也在其中。这应该是若男为了镇压诅咒特地布置好的一切。可随着朵朵打开摄像机，诅咒也被彻底释放。等若男找到这里，一切都已经晚了。朵朵开始意识模糊
乎浑身抽搐，就算若男将她送到医院，也根本无济于事。见朵朵病得这么严重，福利院将一切都归咎于若男身上，并决定收回她的抚养权。可作为一个母亲，若男怎能让自己再次失去女儿？她趁医院不注意，偷偷将女儿带了出来。这一幕恰好被朵朵之前的养父看见，他知道母女俩都非常需要彼此，便决定带着他们一起离开。为了破除诅咒，若男再次找到6年前的大师，让他帮忙把摄像机重新封印。大师拿出一片树叶，分别塞进自己和朵朵的嘴里。离开前，大师特意叮嘱若男，7天内绝不能让朵朵进食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若男信从了大师的话，回到家后就让女儿绝食。在此期间，启明为了调查诅咒，来到了云南的一所寺庙。可随着真相浮出水面，启明也遭到了诅咒。他用尽最后一丝理智，给若男发了视频，然后发疯似的撞击书桌。此时已经来到第7天，朵朵被饿得失去了意识。若男于心不忍，便给女儿吃了一点凤梨。但没过多久，朵朵的身体就出现大面积溃烂。若男急忙带女儿来到大师这边，可他刚走进去，就发现大师遭到反噬，已经死了。就连他的妻子也未能幸免。若男心惊胆战之余，朵朵也被一股邪恶力量直接拽到了半空，然后重重摔在了地面。若男见状，立刻将女儿送往医院，并打开了启明发来的视频。直到这时，他才终于明白，原来大黑佛母并不是善良的神明，而是一个极其邪恶的诅咒之神。他以小孩为食，并四处散播诅咒。但凡有人摆出到八方天的手势，献上自己的名字，他就会将其带入地狱。但只要越来越多的人献出名字，诅咒的力量就会被减弱。为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若男决定打开录像，看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原来那天晚上，阿伟在地道尽头发现了佛母的塑像，他好奇地掀开上面的红布，然后就开始不受控制的浑身抽搐。看完录像后，若男心里难免自责，如果不是自己当年来到村里，朵朵或许就不会变成这样。为了拯救女儿，他在自己身上写满咒语，再次来到了当年的地道。可这一切真的如表面这般简单吗？如果真是为了拯救女儿，他又为何教朵朵念出自己的名字，来分担诅咒之力呢？原来早在6年前，若男刚怀上朵朵的时候，就曾拜访过云南的大师，同时也从大师口中得知，那段咒语的意思并不是祈福，而是自愿献出姓名共享诅咒。翻译成闽南方言，就是祸福相依，生死有命。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，他开始筹划一切，让更多人看到那段录像，来分担身上的诅咒，甚至不惜献出女儿的名字。直到和女儿相处一段时间后，他内心的良知才逐渐被唤醒。他开始后悔当初将诅咒传给女儿，也意识到佛母的力量太强，已经达到了不可控的地步。为了缓解心中的愧疚，若男决定将自己献给佛母。只见他蒙上眼睛，让在座的各位说出自己的名字，然后一把掀开了佛母脸上的红布，让所有人替他女儿分担诅咒。随后若男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，撞死在了石桌上。当然这只是一部电影，大家不必当真，我们可以用微笑女孩反弹诅咒。嘿嘿。